大家好，歡迎來到這份深度圖文解析。今天呢，我們要切換一下大腦，換上抱持懷疑態度的軟體工程師的思維，來對近期企業界的 AI 炒作週期進行一次超嚴格的程式碼審查。我們不只要看那些表面的光鮮亮麗，更要直接 dive into 核心，看看這項技術的社會架構底下究竟藏了什麼樣的邏輯漏洞與權力動態。首先，你有沒有覺得最近的氣氛真的有點怪怪的？回顧最近這些極端的公眾反應，真的非常引人深思。你看，從 Google 前執行長在台上談論 AI 時，直接被觀眾狂噓，一直到民眾針對新建的資料中心，還有那些 AI 企業高層發起激烈的實體抗議，這其實已經發出了一個超級明確的系統錯誤訊號。也就是說，科技領袖畫的大餅跟一般大眾的實際感受之間，已經出現了非常巨大的脫節。來，我們正式展開除錯的過程。先來抓企業論述裡的第一個大 bug。時間回到2024年 ，NVIDIA 執行長發出了那段超有名的警告。他告訴大家，既然 AI 都會寫程式了，那年輕人可以直接停止學習電腦科學了。這句話在當時簡直是引爆了整個科技圈，瞬間成為人類工作即將被全面取代這種恐慌情緒的源頭。但現實真的是這樣嗎？這落差簡直是超荒謬的。一方面，我們聽到的是各種末日炒作，大佬們瘋狂宣稱 AI 會立刻取代掉程式設計師跟放射科醫師。但另一方面，轉頭看看市場現實，僅僅沒過多久，同一個 NVIDIA 執行長竟然又跑出來警告說，軟體工程師即將面臨嚴重的短缺，更別提醫療界現在也依然面臨放射科醫師大缺工的問題。這種工作被瞬間取代的末日恐慌，跟我們實際上正面臨專業人才嚴重短缺的現實，產生了超級強烈的衝突。看來人類預測未來的演算法，真的還有很大的優化空間啊！為了進一步戳破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 AGI 馬上就要統治世界的這個炒作泡沫，我們來對比一下驚人的營運成本落差。我們看到像微軟這樣的科技巨頭，居然開始轉向探索像 DeepSeek 這種便宜非常多的中國開源模型。為什麼？答案超簡單，因為那些被過度神化的前沿模型，雖然看起來很酷，但算力跟維護成本實在是高到離譜，根本沒辦法永續營運。套回去我們軟體工程的話來說，這根本就是超級嚴重的過度工程嘛。好，我們接着進入第一部分 ，AI 領導層的狂熱崇拜。讓我們把問題直接追溯到最底層的原始碼，把目光從表面的現象移開，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場 AI 領導層內部的權力爭奪戰。我們特別以業界非常知名的 Anthropic 為例子，關鍵點完美的體現在其執行長 Dario Amodei 的這句話裡。他說：“意識形態無法在 AI 技術的本質下存活。”你不覺得這聽起來有點脫離現實嗎？這反映出一種令人滿頭問號的信念，他們竟然覺得自己寫出來的軟體模型可以不知怎麼地複寫掉人類幾千年累積下來的文化與多元哲學。在系統架構設計上，這真的是一種極度傲慢的預設值。根據許多業內人士的觀察，比起一家務實的工程公司 ，Anthropic 展現出來的樣子，反而更像是某種有着狂熱意識形態的團體。他們不只在面試的時候要求你的哲學理念必須跟他們絕對對齊，更會去嚴格限制誰可以使用這些尖端技術。最可怕的是，他們打從心底深信，只有他們這群少數精英才具備足夠的智慧與道德，來替全人類決定 AI 到底該怎麼用，完全把大眾的聲音拒之門外。更妙的是，我們能清楚看到這種高層的話術在現實中是如何被狠狠戳破的。他們一方面對外宣稱自己的 Mythos 5模型實在太危險了，所以絕對不能公開發布。結果另一方面，當知名開源工具 Curl 的創造者親自下去做了一次獨立的 code review 之後，竟然發現這個模型裡面只存在一個根本不痛不癢、毫無威脅的普通漏洞。這顯示出高層的公關炒作跟實際程式碼跑出來的結果落差實在是大得誇張。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部分，遺留系統。來看看歷史給這種集中控制發出了什麼樣的嚴厲警告。這有個軼事真的超級經典，非常值得我們注意。Cloudflare 的執行長因為看不下去，試圖警告 Anthropic 的領導團隊，甚至還特地寄了一本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給他們。這可是一本幾千年前寫的經典巨作，
裡面詳細探討了具影響力的組織該如何建立跟維持民眾的信任。結果對方回什麼？對方回說他們太忙了，沒空去讀。哇，連幾千年前的人類除錯日誌都不屑一顧啊！這裡最核心的重點來了。不管我們的 tech stack 升級的多快，從以前的蒸汽機一路狂飆到現在的通用人工智慧，人性的底層架構是永遠不會變的。人類的預設行為模式就是追求自由與幸福啊！我們絕對不可能忍受自己僅僅為了生存就被某個統治階級像系統資源一樣被死板板的分配與管理。歷史真的就像一個不斷重複執行的回圈。你看，過去英屬印度的印巴分治，少數精英坐在冷氣房裡，帶着所謂的好意，隨便畫了幾條國界，結果因為完全缺乏在地民眾的參與，導致了長期的流血衝突。這簡直完美對應了今天 AI 精英們的做法嘛。他們在完全缺乏公眾參與和透明度的情況下，試圖單方面替全世界制定 AI 的安全護欄跟規則。歷史早就告訴過我們，這種由上而下強硬 push 的設定，往往只會導致整個系統崩潰。最後，我們進入第3部分，數位封建主義，準備做最後的 commit 了。我們來複習一下什麼是封建主義。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遺留系統。在那個系統裡，一小撮統治者控制着所有的核心資源，當時指的是土地，然後借此主宰底下大眾的生活與規則。現在把土地換成算力跟模型，再看看目前有少數幾家巨頭壟斷一切的現況，你不覺得這跟我們現在的 AI 產業生態系統相似度高得讓人起雞皮疙瘩嗎？這就迫使我們作為務實的工程師跟現代公民，必須提出這個非常尖銳的問題：這些科技巨頭的高層，是不是正在利用 AI 安全與監管作為一種道德包裝，實際上卻在偷偷把他們自己安裝成數位時代的新封建國王？在他們設計的這種架構下，他們控制了所有的運算資源，而我們一般大眾，難道就只能淪為在他們平台上辛苦勞作的數位農奴嗎？說到底，這才是真正的市場現實。我們根本沒有在排斥進步，也沒有人真的害怕模型變得更聰明，或是幫我們寫出更好的程式碼。我們真正害怕的是誰在控制這些模型。我們深感恐懼的是整個社會與政治的底層架構正被他們硬生生地重新編譯、重新組裝，完全只為了讓金字塔頂端的那少數人受益，而剝奪了我們所有人的自主權。所以在這份解析的尾聲，我想把這個最終的提問留給大家去思考。隨着這項技術不斷的狂飆、擴大規模，我們到底應該害怕伺服器裡的程式碼變得越來越聰明，還是我們其實更應該擔心那些躲在幕後寫下規則、掌控資源的科技高層，他們腦袋裡的意識形態？希望這份解析能幫助你在面對這波 AI 狂潮時，保持清晰的除錯思維，看透這一切背後的運作邏輯。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見嘍。